关于月亮割耳朵这个传说，它其实很有趣哦，就是脂漏性皮肤炎，顾名思义嘛，脂漏性皮肤炎就是脂肪太多漏出来，那它一定会发作在体脂分泌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头皮啊，然后沿路下来，事实上就是在体中线哈，还有我们耳朵的两侧。婴幼儿哈，特别是差不多出生1个月到3个月的婴幼儿，因为母体所带来的荷尔蒙影响，那大家知道小朋友的皮脂腺是不发达的，好，那到了青春期才会发达，所以我们才会叫青春痘嘛，就是青春期发达，所以叫青春痘。那小朋友的皮脂腺是不发达，所以理论上他们不会有过多的皮脂分泌。可是这时候因为母体带来的荷尔蒙，使得它的皮脂分泌的变多，那变多的话，小朋友的角质代谢又没有办法很快的把它溶解掉，因此小朋友会在头皮上啊、耳朵后面啊产生一些角质跟那个脂肪合并，然后造成的一些发炎的现象。那因为这种发炎很可能导致小朋友的皮肤比较脆弱啊，然后很容易裂开，那特别是在下边这边，所以大家在听那个割耳朵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割上面哦。其实我也是觉得月亮在割耳朵也蛮有趣的，因为它显然是丝再往下拉哦。所以是的，小朋友的月亮割耳朵这个传说其实是跟脂漏性皮肤炎是相关的，目前医界是这样认为的。因为脂漏性皮肤炎的关系，耳朵会不会烂掉？会。所谓会的意思说，脂漏性皮肤炎，所谓的皮肤炎就是皮肤发炎嘛。那发炎它当然有可能只是红啊，然后严重一点就脱皮啊，然后再严重一点就溃烂啊，然后撕裂哈。那脂漏性皮肤炎最常见的婴幼儿的脂漏性皮肤炎最常见其实在头皮啦，所以很有趣的是，如果大家知道以前的小朋友出生的时候，事实上脂漏性皮肤炎还会带来那个婆媳关系的不和洽哈，因为那个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不是头上会有一些那个痂嘛哈。那些痂看起来很像我们现在受伤或者鼻涕黏黏的，然后黄色油油的东西。那这时候婆婆，因为婆婆总是生过孩子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媳妇往往是第一胎嘛，那第一胎的媳妇她不知道怎么照顾，那这个痂她就很想给她抠掉，任何人看到痂都想抠掉。而脂漏性皮肤炎因为是皮肤发炎，所以抠掉其实会造成更多的深部的湿疹样变化。所以这时候婆婆就会建议你，如果大家一定听过，就是建议你用苦茶油啊。建议你用芝麻油啊，建议你用任何的花生油啊，什么去溶掉它。那这时候媳妇可能会觉得在儿子的身上擦这些油很怪，因此多少会产生婆媳问题。可是因为其实用食物油去溶它是合理正确的，所以往往婆婆会赢。所以脂漏性皮肤炎，婴儿脂漏性皮肤炎不仅会造成那个儿子或者那个小朋友被割耳朵，可能也会变成那个媳妇被割耳朵这样，这个是我们常见一个老笑话。OK， 说到脂漏性皮肤炎的青春期的表现，我必须提醒各位其实很多东西它的表象很简单，你光听到脂漏性皮肤炎，如果各位知道脂漏性皮肤炎的意思，在最原始快100年前，那时候定义是因为脂肪太多漏出来，然后脂肪造成皮肤的发炎。100年前，我们对皮下包菌一无所知，我们对其他的东西，包括内分泌啊，包括荷尔蒙也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它的脂肪很多漏出来，然后都是在脂肪区域，就是我们讲的从头皮一路到眉间、鼻下，然后下巴这里，然后到胸口然后背后也是在正后方这样这个都是在我们的叫做正中线的位置。青春期的小朋友，不管是男生女生，我们的雄性素会上来，会使得我们的皮脂腺的分泌开始增加，皮脂腺会变得比较肥大比较茁壮。那这种增加的情况，当然就会增加它皮脂腺相关分泌造成的问题，比如说它会容易长青春痘，因为在青春期，所以我们叫它青春痘嘛，对吧？然后因为皮脂腺增加，所以它当然脂肪会变多，那它就会增加了皮下包菌那个吃到食物的机会，那皮下包菌就会增多，因此脂漏性皮肤炎的几率会上升。目前知道的是，青春痘的好发率大概是70%，那脂漏性皮肤炎的好发率大概是10%，它们两个都跟皮脂腺有关。这个部分其实就像我们上一集讲过的，因为它对大部分医师来说，它是一种体质问题，也就是你的皮脂分泌的皮脂比较多，你大概逃不掉青春痘，你也逃不掉脂漏性皮肤炎。可是事实上，给你比较多的油脂，不表示你要出事。你们家比较有钱，不表示你会变成花花公子，所以只要你正确的去代谢它，脂漏性皮肤炎不一定会发作。那在青春期的时候，只要你好好的照顾它，不要乱洗，不要错误的控油抗痘，其实脂漏性皮肤炎不会发作。因此这一题的答案是这样子：青春期的出油量是脂漏性皮肤炎的警讯吗？是，但是
你是不是一定会发作脂漏性皮肤炎？不是，只要你好好的收看我们的机械小教室，我保证你不会长脂漏性皮肤炎。应有的脂漏性皮肤炎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是一个婆媳关系的破裂的开始哦。那其实这里头也很有趣，为什么往往婆婆赢？其实你只要好好的照顾她，我们刚刚讲过，她是1到3个月，然后是小 baby 接受母体的荷尔蒙的一种冲击的结果，所以其实你只需要把这个冲击期度过去就可以。一般来说，大概4到6个月哈，几乎脂漏性皮肤炎，婴儿脂漏性皮肤炎，目前的文献记载几乎很少超过8个月大，所以你只要好好的度过这段时间，不要造成感染就可以。因此，当你的小朋友得到脂漏性皮肤炎的时候，记得不要去戳它。那如果小朋友他真的很痒，因为发炎到很严重的时候会痒，我们有那个小 baby 的那个护手套，把它戴起来。那只要好好的度过这段时间，其实脂漏性皮肤炎它是可以无药而愈的。婴幼儿脂漏性皮肤炎可以不药而愈。那就在这里祝福各位准妈妈不要再跟婆婆吵起来。她要给你用什么油，你大概也就用吧，因为只要是安全的、干净的油，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问题。